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下班回家，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满了人，地上扔满了包装袋和瓜子皮。我正疑惑地想要开口询问，只见男友陈仁泽从厨房出来，将我拉到边上解释：“淼淼啊，这些都是我亲戚，听说我们在城里买了房，非说要来给我们暖房，可这房子是我的呀。”我有些不解：“淼淼，咱们都快结婚了，你的可不就是我的吗？”看着陈仁泽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我拳头有点紧了。我还想开口说什么，陈仁泽他妈就端着菜从厨房走了出来，看到我他招呼道：“淼淼回来了呀，快来厨房帮忙。”沙发上的众人听到陈仁泽他妈的声音，仿佛这才发现有我的存在，七嘴八舌地和我打招呼。我不失礼貌地一一点头回应。陈仁泽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我亲戚难得来一次，你装一下贤妻良母，快去厨房帮一下我妈。”陈仁泽不是不知道我不会烧菜，但为了体现出他御妇有方，他还是将一脸不情愿的我推进了厨房。陈仁泽他妈看到我进来，脸上堆起了笑容：“淼淼，你来了呀，快把这些菜洗了，然后把胡萝卜切了，把大蒜剥了。”看着他熟练使唤我的模样，我仿佛看到了我婚后的日子。他妈偏头看向陈仁泽，啧了一声：“你怎么也进来了？现在淼淼都回来了，你就出去和你大伯他们去喝茶聊天去。”我死死地盯着陈仁泽，眼里的意思是：你要是敢出去，我能弄死你。陈仁泽的眼睛对上我的视线，很快移开了。他吐了吐舌头，点了点头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厨房。要死，他还真敢出去！我强压着怒意，在厨房和陈仁泽他妈忙碌着。1个小时后，菜都烧好了，我将菜端出去，又拿了碗筷。陈仁泽他妈招呼客厅里的众人吃饭了，他们才慢悠悠地过来。我家吃饭的桌子不大，一群人呼啦啦坐下，正巧没了我的位置。淼淼啊，不然你就去客厅吃吧。陈仁泽他妈看了一圈，确定饭桌上确实坐不下了，指了指沙发：“对呀，淼淼，你不然就去客厅吃吧，那边位置还大呢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，都往碗里加一点。”一个年纪大概30多岁的女人也开口道。我一脸震惊地看向陈仁泽，希望他能开口帮我说话，可他只顾自己低头喝着饮料，就连一个眼神都没回我。陈仁泽，你和我一起去客厅吃。我看着他，见我喊了他的名字，他才悠悠地转头看向我。哎呀，哪有男人下桌的？陈仁泽他妈声音中满是不悦。对呀，淼淼，仁泽还说你懂事呢，这么看也是个拎不清的，怎么有让自己的男人下桌吃饭的道理？那个30多岁的女人一脸不满地看着我。我拎不清？你们不经过我的同意擅自来我家，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又让我烧了一桌子菜，现在连饭桌都不让我上，反过来说我不懂事儿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有没有搞错？这里是我家。”我下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，陈仁泽就蹭地站起来，涨红了脸看着我：“淼淼，你就听话一点，去客厅吃一下又不会怎么样。我的亲戚们难得有时间来给我们暖房，你懂事一点行不行？”我瞪圆了眼睛看着陈仁泽，这还是那个曾牵着我的手说要守护我一辈子的男人吗？我发誓我真的很想掀了桌子，让他们谁都吃不成。可我的理智告诉我，还是别这么做，毕竟他们这么多人呢。我冷笑着看着陈仁泽：“你确定让我去客厅吃？一个人吃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别这么不懂事儿。”30多岁的女人见我一直不肯去，
说话的语气都带上了不耐烦。底下还有人窃窃私语道：“阿泽，你行不行啊？自己的女朋友都拿捏不住，这未来结婚了，他还不得骑到你头上来？是啊，这样的女人要我说娶不得。咱们阿泽有本事，能在大城市买这么大的房子，要我说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”我听着底下的声音，忽然就明白了什么。怪不得我搬进来没多久，陈仁泽就死乞白赖地说也想要搬进来，还说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没人气，他来给我添加一点人气。我天生胆子小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恨不得开着灯睡。所以当陈仁泽再三恳求想要搬进来的时候，我也是半推半就着答应了。没想到他才搬进来1个月，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亲戚喊过来了。他不会住了1个月就以为这房子是他的了吧？见我僵持着不肯走，陈仁泽他妈忽然起身，眼里含着泪道：“淼淼不肯去，就我去吧，反正我年纪也大了，坐在哪里吃都一样。”说着端着碗就要离席。哎，妈！陈仁泽见他妈真要走，忙一把拉住，随即带有怒意的声音对我说：“陈思淼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你看妈都被你气得要离席了。”我笑了，我真笑了。要是陈仁泽能和我一起去客厅吃，我觉得我咬咬牙也就认了。可现在他不仅不和我一起去，竟还催促着让我一个人去。我转身去厨房拿了一个大盆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将1整碗的糖醋排骨、1整碗的红烧鸡翅、1整碗的炸鸡柳全都倒进去，然后端着盘子就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不是你有病啊？你把这些都拿走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我屁股刚坐在沙发上，餐桌就爆发出一阵尖叫声。陈思淼，陈仁泽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像是想把我吃了。我假装没明白他们的意思，偏过头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们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们让我拿点自己喜欢的菜去客厅吃吗？我现在不是如了你们的意了吗？怎么还不满意呀？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吃？我就拿了3个自己喜欢的菜呀。我记得阿姨烧了好几个菜呢，鱼呀、肉啊我都没拿，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你……陈仁泽用手指着我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好了好了，还能吃，能吃，再不吃可就冷了。陈仁泽他妈发话了，众人这才愤愤不平地坐下开始吃饭。要我说呀，还是我们阿泽有本事，找了一个城里的姑娘不算，还能在城里买房。城里姑娘有什么好的？十指不沾阳春水的。刚才让他切个菜都切不好。陈仁泽他妈对我是满满的嫌弃。阿泽，这房子不便宜吧？还好，还好。陈仁泽打着哈哈，这是贷款买的吗？当然是全款买的。我儿子能贷款买房吗？陈仁泽他妈说起房子，那骄傲感似乎要溢出来了。啧，真厉害呀！你呀，好好跟你阿泽哥学学，这才毕业6年，就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了。这有了房，还愁找不到女朋友吗？对，你看你找的这女朋友什么人啊？这么没教养。阿泽，你现在也是有房有车了，趁着年轻，赶紧换一个对象。这个我觉着不行，我也不喜欢。哪有人这样对待长辈的？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人。我坐在客厅，一边啃着鸡腿，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们聊天的声音。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声音很轻，还是故意想让我听到的？我也管不着了。反正这顿饭后，我肯定是要和陈仁泽分手的。吃好后，我坐在沙发上刷着视频，时不时发出几声杠铃般的小声。淼淼，陈仁泽他妈喊了我一声，我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刷视频。淼淼，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，我还是假装没听见。陈思淼，我妈喊你。陈仁泽索性走到我跟前，你别装听不到。我抬眼看他，怎么了？
他们吃好饭了，你去收拾一下，顺便洗一下碗，然后切点水果，给他们沏壶茶。”看着陈仁泽和他妈一样熟练使唤我的模样，我不禁觉得好笑。你怎么不做？你不也闲着吗？他看着我，眼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。淼淼，你不得在我妈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给她留个好印象吗？我都乐了，你都已经不想在我面前留下好印象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在你妈面前留下好印象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没明白吗？等会儿你们家亲戚走的时候，你和他们一起走吧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们分手了。”一听我这话，陈仁泽有些急了：“不是陈思邈，不就是让你洗个碗吗？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不想洗就直说，没必要拿分手来威胁我。”说完，他还气了一声，转身就进了厨房。不是他哪里来的脸，觉得我就非他不可呢？我和陈仁泽是同事介绍认识的，那会儿我已经28了，在不少人眼里已经是属于剩女的范畴了。同事张丽怕我孤独终老，隔三差五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前后加了3个男生，都是聊着聊着就没影了。第4个就是陈仁泽，我俩聊了1个礼拜。正巧赶上张丽老公的生日，于是在张丽的怂恿下，我和陈仁泽就在她老公的生日宴会上见了面。可能那会儿也确实想恋爱吧，也有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吧。反正一来二去，我就和陈仁泽在一起了。他是农村的，用他的话来说，他是他们家唯一一个大学生，所有的亲戚对他都是寄予众望的。所以他大学毕业后工作格外的努力，但是对于大城市来说，有时候努力不一定能成功。比如陈仁泽这样的，尽管他的努力已经超越了90%的同龄人，也不妨碍他依旧买不起这里3、5万1平的房子。我俩就这样处了2年，一直到30岁这年。我爸妈背着我，偷偷地给我买了这里的房子，当作我30岁的生日礼物。陈仁泽知道后，先是啧啧感叹，有一对有钱父母真好，然后又是拉着我的手问我，这房子能不能就直接当婚房用？我当时也是真心疼陈仁泽，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。对我来说，房子有的住就行了，谁买都一样。半年前，我将房子装修好，2个月前我搬了进来，1个月前陈仁泽也搬了进来。我原是等着陈仁泽和我求婚的，毕竟我们年纪也不小了。可他不仅没有和我求婚，还不经过我同意，直接将亲戚带来了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的不就是我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了？”陈仁泽和他妈将厨房收拾完，又将客厅收拾好，亲戚们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开了。陈仁泽见我还葛优躺在沙发上刷着视频，脸色有些难看。淼淼，我妈今晚就睡在这里了。我坐起身，看着他暗沉的脸色开口：“我刚才说的话，你是没听进去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现在你带着你的东西，带着你妈离开我家。”淼淼，他声音有些怒意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为了招待这些亲戚，我妈今天结结实实忙活了一天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能不能别添乱子？我真乐了，陈仁泽，我真是给你脸了。你别以为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，这房子真就是你的了。我好心让你白吃白住，你不经过我同意把你亲戚喊来也就算了，还想让我帮着招呼？怎么我们已经订婚了吗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我都没去过你家，你也没去过我家吧？阿泽，我俩正四目相对间，他妈走了过来，看着我和陈仁泽。怎么了？这是？陈仁泽转头看向他妈，有点无奈，生气了，怪我没提前告诉他。哎呦，淼淼啊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
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呢？阿泽的亲戚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想来给你们暖房。这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谁知道你下班这么早。呵，阿姨，我和陈仁泽处了那么些年了，我什么时候下班他会不知道吗？这不是太忙了，没顾得上和你说吗？你看看，你还计较上了。说到底，这房子是阿泽的，他亲戚要来，你也没权利过问吧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陈仁泽。哦，是陈仁泽和你们说这房子是他买的，难道不是吗？这么贵的房子，总不可能是你买的吧？我点了点头，不好意思，这房子还真是我的，是我爸妈买给我的。淼淼，陈仁泽见我直接戳破了他的谎言，声音都带着些嘶哑。这房子是你的？陈仁泽他妈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，不可能吧？阿泽可说这房子是他买的，那他给你们看房产证了吗？我问。不是还没下来吗？既然是全款买的，怎么可能没有房产证呢？我看着陈仁泽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脸问他，是吧？陈仁泽装不下去了，他喊了一声，是，房子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满意了吧？陈思邈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竟跟我分得那么清楚。我跟你分得清楚？我看着陈仁泽，让你白吃白住1个月，没收你房租。你跟我说我跟你分得清楚，既然你说我跟你分得清楚，那你交房租吧。我伸出手，1个月按1500算，够划算吧？你他妈见我俩要吵起来，忙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反正不管这房子是谁的，都是你俩的，没人来抢你们的。今晚我也累了，我就先去睡了，你们也早点睡吧。我是真给恶心到了。等等，我直接开口喊住陈仁泽他妈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和陈仁泽已经分手了，所以趁着现在还早，麻烦你们离开我家。陈思邈，陈仁泽看着我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现在都快9点半了，你让我妈去哪里？我耸耸肩，那跟我就没关系了。你不是孝子吗？你妈的问题还要我来操心吗？行行。陈仁泽见我软硬不吃的模样，咬牙切齿地用手指着我，然后拉着他妈转身离开了。见他们离开，我彻底松了口气。傻逼玩意儿，给点颜色就想开染房了，真当我好欺负啊？没有了陈仁泽和他妈，我这一晚上睡得格外的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给陈润泽发了消息，你的东西今天找个时间来拿一下，过了今天我就把密码改了。陈仁泽一整天都没有回我消息，回想起昨晚他离开时候的表情，我想今天下班应该就不用看到他的东西了。可我下班刚到家，就看到陈仁泽在厨房忙碌着。见我回来，他露出和昨天截然不同的表情。淼淼回来了呀，快洗手吃饭，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虾。看着他忙进忙出的模样，我都怀疑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梦。怎么了？他看着我呆愣的模样问我，我们不是分手了吗？我不是让你来拿东西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我问。淼淼，我知道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我反思，我道歉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他轻飘飘说了一句道歉，就想将昨天的一切全都接过。陈仁泽，我昨天和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希望我们在一起是好好的，分手也能心平气和的。既然你已经做了晚饭，我也就吃了。吃了晚饭后，我希望你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然后离开。我说话的声音很平静，我只想好好解决这事儿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忽然扑哧一声笑出了声。好了，淼淼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，咱先吃饭好吗？直到现在，他都以为我在和他闹脾气，我真的有些服了。他拿来了碗筷，
然后给我加了一只大虾，我都亲自下厨和你道歉了，你就原谅我呗。我们处了那么久了，你和我分了，还想和谁好？你都这个年纪了，再过几个月就是31岁了，妥妥的大龄剩女了。再过几年就是高龄产妇了。乖，咱别闹了，过几天等我不忙了，我就上你家去提亲。你看我们婚房也有了，车子也有了，以后日子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笑死，他说的婚房是我爸妈买的，车子是我自己买的，感情结个婚他是什么都不出，直接拎包入住呗。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打得一手好算盘呢？我拉开凳子坐下来，开始吃虾。他见我终于不跟他闹脾气了，暗暗松了口气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们就来好好捋捋。首先，我们家彩礼需要18万，5金要5万，然后婚纱照1万，跟妆加跟拍1万，摄影加拍照1万。司仪我觉得太土了，我们就不请了，加上其他杂七杂八，我们算2万吧。就这样的话，总共就是28万，就按照30万算吧。我看着他，这些你都没问题吧？他的脸色有些难堪。淼淼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再说了，你家也不缺这点钱。要我说，彩礼6万差不多了，然后5金的话，现在金价这么高，等到时候金价降了再买也行吧。婚纱照跟妆跟拍这种，我是真觉得没必要，到时候我们就简单的请一下比较亲的亲戚就行了吧。结了婚很多地方都是要花钱的，后面还会有孩子，更要花钱，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。哦，所以你连这一些都不肯出对吗？淼淼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物质了？我物质？我笑了。陈仁泽，我一没问你要房，二没问你要车，我哪里物质呢？这些你都有了呀，你都有了，我再买不就浪费了？陈仁泽，是因为你买不起，所以我才自己买的。要是你能买得起，我至于自己买吗？行，你说你出不起这些东西，那索性彩礼也不要了，你直接入赘吧，到时候孩子跟我姓。陈思邈，你侮辱人也该有个限度。陈仁泽涨红了脸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，一直嫌弃我是农村出来的。对，我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可我也在努力呀。我难道没有努力吗？你高贵，你买得起这边的房子，还不是你爸妈帮衬的你？别把自己想得那么高尚。对，我不高尚，我啃老，我配不上你。可你不也不愿意和我分手吗？你不也死乞白赖不肯走吗？你这么看不起我，你倒是同意分手啊！我也怒了，一摔筷子，用猩红的眼睛死死瞪着他。好，不就是分手吗？我同意，我同意分手。他站起身，朝着卧室走去。男生的东西就是少，2个24寸的拉杆箱，还有2个蛇皮袋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是陈仁泽喊的货拉拉到了。2个中年师傅拿着行李先下楼。陈仁泽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又看了看我。陈思邈，和我分手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陈仁泽离开后，我看着空荡荡的房子，忽地觉得有点瘆人。我忙起身换了大门的密码，又将厨房收拾干净，回了卧室。这2天发生的一切都太戏剧性了，我得好好消化消化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，陈仁泽也没有再联系我。2周后的某个周末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顶着睡眼惺忪的眼睛，我打开了大门。一大群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呼啦啦的就闯进了我家。为首的是陈仁泽他妈。陈思邈，你和我儿子既然已经分手了，怎么还不要脸地霸占着他的房子？陈仁泽他妈看到我就是一声质问，这直接给我问懵逼了。什么叫我霸占着他的房子？这房子是我的他妈，
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对呀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都分手了，还霸占着房子。陈仁泽的亲戚附和道：“不是，这房子是我的呀。”我解释：“七，这么贵的房子，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”他妈嗤笑一声，紧跟着周围的亲戚也跟着冷笑：“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我有房产证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把房产证拿来给我们看啊！”他妈一脸不屑。我起身匆忙进卧室，可翻来翻去没找到房产证。奇怪了，我明明就放在床头柜的呀！见我迟迟不出来，他们几人索性就直接进了我的卧室，双手环胸看着我。拿不出来吧？拿不出来就说明这房子是我儿子的。我忽然想起来，陈仁泽走的那天，一个人在卧室收拾了好久。不是吧？不会吧？陈仁泽不会走的时候顺走了我的房产证吧？只见陈仁泽他妈从包里掏出一本房产证，然后递到我跟前：“你好好看看，这房子究竟是谁的？”我接过房产证，上面赫然写了陈仁泽的名字。只是这房产证，我用手捏了捏，和我之前的那本手感都不一样啊！我正想看仔细，房产证就被陈仁泽他妈一把夺了过去。你再怎么看，这房子也不是你的。现在带着你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对，滚出去！陈仁泽的有些亲戚已经按捺不住，开始丢我床上的东西。喂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我穿着睡衣，甚至内衣都没穿，面对这么多人，根本没有还手的力气。对，报警！我还能报警？我捏起一旁的手机，刚想报警，手机就被人抢了过去。哟，还想报警？想得挺美呀！是那个30多岁的女人，又是她，把手机还给我。我怒瞪着她，凭什么要还你？这手机怕也是我弟给你买的吧？她啧了一声，直接将手机摔在地上，还用脚碾了几下。我看着碎得4分5裂的手机，内心顿时涌起一股怒火。看着卧室里的东西都被人丢在了地上，梳妆台上的护肤品也被丢在了地上，有些玻璃瓶掉在地上，直接碎成了渣渣。我满眼猩红，我斗不过这么多人。我知道附近的邻居我也都不认识，不少人围在我家门口，都是抱着吃瓜的心态。让他们出手帮我，显然可能性也不大。我忽然想起我的备用机，对，公司给我的备用机在我包里。我忙跑出去，拿起备用机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没一会儿，警察就到了门口。我仿佛是找到了靠山，直接躲到了警察身后，然后用手指着眼前一群强盗说：“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。他们擅闯我家，私自毁坏我的个人物品。”什么叫你家？这是我儿子的家。陈仁泽他妈双手叉腰走出来。陈仁泽的姐见到我，居然还有能力报警，眼睛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买的房子。我刚要开口解释，忽然想起购买记录、装修记录的手机已经被陈仁泽他姐摔坏了。诺，陈仁泽他妈将房产证掏出来，递到了警察的手上。警察看了一眼房产证，然后反复的摸索，拧眉递给另一个警察。2个警察将房产证来回的翻看摸索。陈仁泽他妈见警察迟迟不将房产证还给他，有些心虚的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房产证看了吧？这房子就是我儿子的，是他不要脸，分手了还霸占着我儿子的房子不肯还。”大妈，其中一个警察开口了：“你这房产证是假的吧？”什么？陈仁泽他妈脸顿时红了起来，但还是假装不知情的模样。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我儿子给我的房产证啊，怎么会是假的？我忙跳出来道：“这房产证肯定是假的。”我就说怎么和我的那一本不一样？
你胡说八道！”陈仁泽他妈急了，上来就要推我，我忙躲到警察身后。你这房产证有问题，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吧。警察看了一眼身后的亲戚，如果房产证是假的，那么你们几个就是涉嫌私闯民宅，且故意损坏他人财产，也是有处罚的。一起去吧。半推半搡之间，陈仁泽的所有亲戚都被警察带去了警察局，我们几人都被单独带去了审讯室。我将所有的事情简单的和警察描述了一遍，又用备用机给我爸妈打去了电话。房子是他们买的，他们那儿肯定有记录，也能给我证明房子就是我的。没一会儿，我爸妈就匆匆地赶来了。我看到我妈的一瞬间就红了眼眶。淼淼别怕，妈妈在。我妈将我搂进怀里。我爸将购房的凭证交给警察，警察看了后点了点头。我和陈仁泽的亲戚坐到了一个房间里，我对面是陈仁泽他妈。此时的他妈就像是落水的母鸡一般，安静地低着头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也已经了解清楚原委了。警察看向我，你愿意出具谅解书吗？我抬头看着警察，又环顾看向四周的人。这些人一改刚才的嚣张跋扈，每个人都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，尤其是陈仁泽他姐。淼淼，这事儿是姐误会了，姐和你道歉。手机我会原价赔偿给你，你看能不能就算了？对呀，淼淼，我们都是阿泽的亲戚，未来也就是你的亲戚，你看我们这也是不打不相识吗？就是。淼淼，你桌子上的护肤品我全都给你补齐，你能不能就？桌子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哀求我，只有陈仁泽他妈低着个头一言不发。外面有人敲门，警察起身开门，来人是陈仁泽。他一进来就对上了我的视线，然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。淼淼，他开口喊我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私自拿走你的房产证，这事儿是我家人做的不对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处了那么久的份上，就原谅他们？我摇了摇头，看着警察，对不起，我不谅解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陈思淼，陈仁泽听我这话，声音顿时提高了，安静，这是警局。再说了，是你妈拿着造假的房产证带人砸了人小姑娘的屋子。我说你作为前男友，不说你妈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逼人小姑娘呢？警察也生气了，对着陈仁泽就是一顿输出。你看，就连外人都觉得陈仁泽过分，他自己却还不觉得。从警局出来，陈仁泽追了上来。陈思淼，你站住！我爸妈和我一起转头看着他，我示意我爸妈先走，站在陈仁泽前面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说出什么话来。陈思淼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，所以你想怎么样？我问他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耽误了我那么多年，是不是该给我一点青春赔偿费？我要的也不多，就你那套房子就好了。他可真要脸啊，这话都能说得出口。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感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他。你看，你把我妈和我亲戚都告了，他们肯定都会进去，这也算是你对我们家人的一点补偿吧。我都惊呆了，这些话都是中文，怎么组合在一起我就不认识了呢？我忽然反应过来，所以今天的这一场闹剧他根本就全都知道，也有可能是他一手策划安排的。他先是偷走了我的房产证，然后又伪造了一份假的，让他妈拿着假的房产证来霸占我的房子。他了解我的性格，胆小怕事儿，所以笃定了我一定没办法。可他读书那么多年也不是法盲啊，难道不知道造假房产证是违法的吗？擅闯他人民宅也是犯法的吗？真的可笑，太可笑了。现在他妈妈还被关在牢里，
不知道会被判几年。他不想怎么办，竟还会大言不惭地让我把房子赔偿给他。我真想把他脑子撬开，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陈仁泽有些急了。陈思邈，我和你说话呢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在做梦呢？你妈都要被关进去了，你还有心情跟我讲童话故事？陈思邈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，我一字一句道。想要我房子，你做梦。说完我转身就离开。上车后，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和我爸妈说了一遍。我妈忽然就红了眼。淼淼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该天天催着你结婚，让你没看清人心就着急的和对方在一起了，这走向不对呀。我妈不应该说陈仁泽脑残吗？怎么还反过来怪上自己了？我爸一拍方向盘，好小子，敢欺负我闺女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爸给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律师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后表示，陈仁泽也是其中的一员，因为他涉嫌盗窃房产证，欲将房子占为己有。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下，我将陈仁泽和他妈一起送上了法庭。案子证据充足，很快就出了结果。陈仁泽偷盗房产证属于盗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8个月。陈仁泽他妈伪造房产证加上擅闯民宅，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3个月。陈仁泽的那些亲戚擅闯民宅加上恶意毁坏他人财物，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，且赔偿所有损失。判决下来的时候，陈仁泽一直喊着我的名字，陈思邈，陈思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，你的房子怎么就不是我的房子了？陈思邈，你竟敢告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你等我出去，我弄死你！他说着，竟然要冲上来打我，被工作人员一把按倒在了地上。趴在地上的陈仁泽忽然就红了眼，他又开始苦苦哀求：淼淼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我没别的意思的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淼淼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不能这么冷血啊！淼淼，我爸妈怕陈仁泽来找我麻烦，麻溜的就把我房子里的东西全都打包寄回家了。没多久，房子就被转租出去了。淼淼啊，妈妈以后再也不催婚了，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不想结婚，爸妈就养你一辈子。我妈红着眼抱着我，长这么大我都没报过警。我可怜的淼淼谈一次恋爱，不仅报了警，还上了法庭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妈，都过去了。我安慰着我妈。1个月后，有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陈仁泽在监狱吵着闹着想要见我。我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去了一趟监狱。陈仁泽瘦了很多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憔悴。我知道他在里面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隔着玻璃，我俩拿起电话。对不起，他说。对不起，淼淼，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吹个牛，就和家里人说自己在城里买了房。我没料到他们会来，我让你帮我妈打下手，让你去客厅吃饭，是我想要在亲戚面前立威。我不希望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连老婆都拿捏不了的人，是我虚荣，是我大男子主义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为你和我说分手只是和我闹脾气，我没想到你是真的想和我分手。我也没真的想要你的房子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我是想和你复合的。我以为你害怕了，就会主动和我复合。对不起，淼淼。看着他在电话那头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，说实话，我的内心还是有些动容的。毕竟好了2年，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感情呢？可惜这声道歉来得太晚了。从警局出来，我看了看碧海的蓝天，
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是自由的味道。可惜陈仁泽好久都没法感受到自由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所有人都说我命好，男朋友帅气多金还专一。在我20岁生日那天，他带着所有兄弟来给我庆生。他的兄弟们一口一个嫂子叫我，可他们把我灌醉后，却换了另一副面孔。陈少终于把他拿下来了。我男友点燃香烟，装这么多天，累死老子了。他玩味地看向我，谁先上？宋希晨，工业大学金融系的校草，也是富二代里最有权势的那几个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追他的人从学校排到了八里屯，而我周叶，人和名字一样普通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可能就是学习，成绩全专业第一。仅仅只是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坐在我边上时，全校同学都沸腾了。他虽然是个顶级富二代，却不是个玩咖，边上从没有女生逗留，他甚至都不和兄弟的女友一起吃饭，那就可见人品心性可贵。小叶子，你成绩这么好，给我补补课。原来学校食堂早上这么多人啊，为了给你买个早餐，我排队半个小时了。你会来看我打篮球的吧？你不来看我打了也没意思。我承认，确实是有女生追过我，但是我从来没心动过。我就喜欢文静乖巧、爱看书的女孩子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别人女朋友有的，你也要有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真挚干净，甚至耳尖还微微泛红，纯情的和普通的男生一样。于是我也把他当成了普通的男生，欣然接受了他的告白。我问他到底喜欢我什么，他说等我20岁生日的时候告诉我，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确实是个天大的惊喜，不但受尽了侮辱，还受尽了痛苦，最后绝望的死去。水泥浇灌，我的尸体被永远的封在了被石块填平的臭水沟里。不论我如何的哀求、恳求，并且保证不报警，他却自始至终都冷笑地看着我，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大骂他是畜生不得好死的时候，他脸上才露出了轻蔑和鄙夷之色。我戏能有你戏演得好，周叶，你天生就是个演技派。要不是我知道你的真实为人，我差一点就被你骗了。学霸，高考状元，善良淳朴真善美，踩着林倩倩得到的这一切，你可真是心安理得呀。你这种畜生，要是有下辈子，记得好好做人。在人生的最后一刻，才发觉真相居然如此的莫名其妙。林倩倩不过是高3下学期转过来的女同学，短暂的相处也不过是说了几句话，结果需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刺眼的阳光让人生疼。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入眼就是讲台、黑板，还有喧闹的教室。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围在了我旁边，脸上写满了艳羡佩服之色。周叶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全市英语统考摸底考试，你是全市唯一一个满分的，你这脑子怎么这么好使啊？学霸，把你这试卷借我看看，让我沾沾学霸的喜气。人和人的差距一定要这么大吗？世界上学霸那么多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我揉了揉眼睛，又后知后觉地看着还白皙修长的手指，指甲都在，手指也没有断掉。掐了一下大腿，瞬间疼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了高3下学期刚开学，也就是林倩倩才转来没几天的时候。忽然肩膀一疼，扭头就看到笑吟吟的林倩倩。叶子，我们一起去洗手间吧。我低垂着眸子，隐藏起心中的惊涛骇浪。她主动拽住我的胳膊，亲热的好像闺蜜一样。她是公认的女神校花，虽然家世优渥，但是性子并不张牙舞爪，
颇有种大家闺秀的感觉。其实这都是他的伪装，实际上他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前世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遭遇那变态的事情，也不会把性命交代在那里了。宋希晨、林倩倩，还有那些畜生，这一世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啊，我神色晦暗不明地应了声，和前世一样。起身的时候，顺手把抽屉里有录音功能的笔放到了裤子的口袋里。林倩倩眼底极快地闪过了一抹轻蔑之色，脸上的笑容却愈发温柔。走吧，不然待会儿就上课了。她拽着我进了洗手间，检查厕所里没有人之后，反锁上了门。开门见山道：“周叶，你帮我一个忙吧。”太阳太过于刺眼，我站到了门后面，神色平静道：“什么忙？”他眼里满是势在必得。高考的时候帮我作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爸爸是个开车的司机，你妈妈是个临时工，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7、8千。只要你帮了我，我给他们安排进我爸的公司，工资至少是现在的3倍。而且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20万。周叶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要怎么选。我神色平静地反问：“你是拿着我爸妈的工作来逼我是吗？”林倩倩笑得肆意张扬：“不然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你爸妈不仅会被辞退，而且以后别想再找到工作了。没有谁敢和我们林家作对。现在这个世道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将来出来了，也就是给我们打工的。放聪明一点，不然我毁了你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临高考了还转校吗？因为之前我在的学校有个女生被我逼得自杀跳楼了，我爸给学校捐了200万，学校就把这事压了下来。校园霸凌是一件很残忍、很痛苦的事情，相信我，你不会喜欢的。他用着最温柔的语气，说着最残忍、恶毒的话语。我微笑的颔首，知道了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他兴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好道：“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混。”我勾了勾唇，笑得意味深长道：“好啊。”上课铃声响起，他率先回了教室，整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。我慢悠悠地跟在后面，把玩着口袋里的录音笔。前世这一幕也曾经发生过，只是那时我拒绝了，并且还和老师告状了。林倩倩虽然有钱可以让鬼推磨，但是我成绩实在太过出色，被预测成了高考状元的苗子。教育局的领导也都是很看重的，别说校园欺凌逼我跳楼了，就连爸妈的工作都没有人敢动。西尘哥哥，人家每天都有好好学习哦，才没有偷懒的呢。你说过，只要我考上工大，就会和我结婚的。骗人是小狗哦，真的，我才不会骗你呢。为了和你在一起，就算再辛苦，我也会坚持的。谁叫我这么爱你呢？林倩倩在走廊上毫不隐晦地打电话告白撒娇着，老师们路过也当作没有看到。暗恋她的男生脸上露出失望之色，原来心爱的女神已经有主了。我收回了视线，开始理清头绪。前世我拒绝了他作弊的要求，工业大学是市里最好的大学，凭借他的成绩自然是考不上的，所以他和宋希晨的婚事就没有成了。高考完的暑假，他喝酒飙车去世了，所以这一切宋希晨都怪在了我的身上。原来我是他们抛位中的一环。有钱人啊，真是可以为所欲为，但我始终相信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一切的阴谋诡计都毫无意义。为了让林倩倩相信我，月底模拟考试的时候，我做了人生中第1次弊，主动给她丢答案。她很高兴，所以忘记改答案了，全部都抄上去了。从年级600多名
一跃成了年级前30名。老师们都很惊讶，在课堂上公开点名夸奖他，而他也丝毫不觉得心虚。下课了，大家也都簇拥着他，各种夸赞艳羡。林倩倩，你好厉害呀！怎么一下子进步这么快的呀？有些人长得漂亮，家里有钱就算了，居然成绩也这么好，还要不要我们活了呀？就是，我再也不说老天爷了，因为老天从来没有把我当孙子。他脸上还是温柔恬静的笑容，眼底却满是骄傲之色。其实学习很简单的呀，好好学习就可以了，你们也可以的。说完，他还不忘拍照发给宋希晨，从嘴角的笑容就知道他们聊得有多开心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也彻底把我当成了他的好朋友。中午一起吃饭，课间的时候和我一起去洗手间，享受到了成绩好带来的荣誉后，又怎么可能不迷恋呢？叶子，我爸爸奖励了我10万块，晚上我带你去吃西餐。我微笑道：好。对于他，我100%顺，让他完全的信任我。他满意的搂着我的胳膊道：待会儿我们再去逛街，你看中了什么我都给你买，这是给我的奖励，让我知道他多有钱，心甘情愿的当他的狗腿子。刚走到校门口，我就看到簇拥热闹的人群，还时不时地说着好帅红色的超跑。林倩倩瞬间脸上浮现喜色，大喊：希晨哥哥！簇拥的人群立刻就散开了一条道。宋希晨靠着红色的超跑，清冷的神色在看到他的那一刻立刻柔和了下来。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，林倩倩开心地往他怀里扑：希晨哥哥，你不是在上课吗？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他的声音带着笑意，为了奖励你考试这么好，特地过来找你一起吃晚饭的，高不高兴？林倩倩撒娇道：高兴，我就知道希晨哥哥对我最好了，真像偶像剧里的桥段啊！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指甲狠狠地掐进了肉里，才勉强地压下心中的愤怒和厌恶，出声提醒道：倩倩，那我们下次再吃饭吧。宋希晨这才注意到站在边上的我，感兴趣道：你就是倩倩说的年级第1的周叶？我挤出了一抹笑容：你就是宋希晨吧？他笑着挑眉：倩倩和你说的。我微笑道：不是，物理竞赛的时候听说过你的名字，高2那一年我刚好生病了没参加，你得了那年的冠军。前世和他相处那么久，对于他的秉性还是十分了解的。他妈妈是教授，所以他对成绩好的女生会好感，比他强的女生他会印象深刻。如今的我穿着宽大的校服，戴着黑框眼镜，高马尾不是他喜欢的风格，但让他印象深刻已经足够了。宋希晨若有所思地点头：原来就是你呀。那一年的竞赛题你事后做了吗？最后一题做出来了吗？我勾唇微笑：当然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难道你没有做出来？他当然没有做出来，但是此时他自然是不会承认了。做出来了，只是答案算错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。林倩倩此时总算能插上话了，推搡着我道：下次再一起吃饭吧。我微笑点头：好的。本来还想着周末去他学校碰运气，能不能来个偶遇，结果他自己送上门了，已经让他记住我了，再留下让林倩倩吃醋也没有意义了。当天晚上我就主动加了宋希晨的微信，备注周叶，直到我做完试卷洗完澡后，手机才响，显示好友通过。他主动询问：你是倩倩的同学吗？我有一道物理竞赛题很有意思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好学生之间经常都会交换遇到的有意思的题，
这种搭讪方式自然又大方。宋希晨，好，图片 JPG 并不是很难的题目，只是题目里有几个陷阱而已，他肯定能做出来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果然，他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，把推理的详细步骤发了过来，我也把我的推理步骤发了过去。我比他少用了2个公式，更加简单明了。宋希晨，这已经涉及大学的微积分了，你的知识储备不错，你也不错。我主动地结束了这次的聊天。他并不喜欢太过强势优秀的女生，他喜欢的书籍、电影、游戏我早已经烂记于心了，发进他可看的朋友圈，营造一种我和他是同一类人的错觉。虽然他没有点赞，也没有评论，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是看了，因为我第2次给他发消息的时候，他秒回我刚拿到了一套物理竞赛卷，感不感兴趣？宋希晨，可以，来场比赛吧，让我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宋希晨，行，我也很想知道谁更厉害。我正想着怎么约他出来更自然的时候，他又发了一条：下午有空吗？图书馆吗？我回复：好。放下手机，我从衣柜里挑选了一件白色的连衣服，长发就用个蝴蝶结发卡夹住，一点淡妆，和林倩倩大小姐的风格完全相反。从宋希晨眼底闪过的惊艳之色，我就知道他很喜欢我今天的打扮。我微笑道：输了请客吃饭。他笑着点头：行。这套试卷很难，他做得不太顺利，而我也差不多同时做完，看着答案相互批改，最终他比我多了3分。他十分满意地道：这试卷挺难的。我抬眸对着他盈盈一笑：你比我想的要厉害。宋希晨很吃这一套，故作谦虚道：哪有，运气好而已。晚上我们吃什么？我掏出钱包，里面就40-50块钱，无奈地耸耸肩。我从来没想过会输过，所以没有带钱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带你吃路边摊。不过你这种大少爷应该吃不习惯。他此时正兴头上，毫不犹豫道：我正好没吃过，一起吃吧。吃惯了精致餐盘的宋希晨第一次坐在小推车面前，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吃着1块钱1串的麻辣烫。他第一口吃得小心翼翼，发现味道不错后，他惊讶道：哎，还挺好吃的。我笑容弯弯：那你就多吃一点。因为都没有穿校服，附近又是大学，于是老板娘以为我们是情侣，笑着调侃道：我们家的东西好吃的嘞，好多情侣都喜欢来我们家。我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解释。宋希晨也没有解释。吃完麻辣烫，夕阳也快落山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，加快2步挡在他面前，仰着头看着他，笑得狡黠道：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他低着头看向我，嘴角噙着笑：什么魔术？我打了个响指。这一刻，全世界的浪漫为你而来。话毕，街道的灯瞬间亮起，他脸上浮现惊愕之色，紧接着又笑了起来，漂亮的杏眼里闪烁着星光点点。宋希晨长得很帅，这么一笑起来，更是撩人心弦。我脸上扬起绯红之色，轻轻地撩起了耳畔的碎发。公交车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他伸手拽住了我的手腕，目光带着几分炙热。我送你回家吧。我笑着摇了摇头。相比你的跑车，我更喜欢公交车，它更让我熟悉和安心。宋希晨毫不犹豫：那我陪你坐公交车。我错愕地张大嘴巴，但这样明显取悦了他。他拽着我的手没有松开。这个点的公交车很多人，他很不习惯，眉头一直微微蹙着。当我被挤到他怀里的时候，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，
晃晃悠悠地过了几站后，人总算少了。我拉着他坐到了后面，拿出耳机塞了一只到他耳朵里，和他分享着他最爱的音乐。他开心地道：“这是我最喜欢的歌，你也喜欢？”我故作惊讶：“你也喜欢？这要巧的吗？你不是骗我吧？”他立刻拿出了手机，把他的歌单和我分享。我眨眨眼，这真的好巧啊！这时车一颠簸，他伸手把我揽在他怀里，我能清楚地听到他心跳加速的声音。我勾了勾唇，果然这种烂俗的桥段他会喜欢。下了公交车，他把我送到了我家楼下才离开，模样还有几分不舍，看得出来他今天是动心了。我冷静地坐在书桌面前，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复盘一遍，一切都比想象中的顺利得多。前世他勾引我的时候，也和我今天这般一样吧？难怪那时我觉得他怎么方方面面都这么契合我呢？兴趣爱好完全一致，那时还天真的以为我找到了灵魂伴侣，不过只是演戏而已。宋希晨开始主动给我发信息了，开始分享他生活里的一切了，还有早晚安。男人陷入爱河了，和女生一样。叶子，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林倩倩看着我抱着手机，一脸狐疑地打量着我，还想伸手抢手机。我赶紧把手机放到抽屉里，暂时还不能让他知道我和宋希晨的关系。微笑道：“放心，不会影响我成绩的。”他眉头一皱，不高兴道：“那也不行，赶快断了，到时候影响了高考怎么办？”我听话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他这才满意的应了一声，接着又哼哼唧唧道：“最近也不知道希晨哥哥在忙什么，给他发消息7、8条才回复1条。”我余光瞥了一眼抽屉里的手机，一会儿没有回复他的消息，已经发了7、8条过来了。爱从来都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如今的宋希晨还是高中生，虽然是个富二代公子哥，但是明显圈子还很单纯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拿捏住他。我慢悠悠道：“可能是学习忙吧。”林倩倩还是嘟着一张嘴，以前就算他在忙，也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的消息。有一次我和他闹别扭，半天没有回他消息，他就去我家找我了。我微笑道：“那你现在试一试看看，说不定他又来了呢。”林倩倩信以为真的点头：“好。”等他走后，我给宋希晨发消息，以后不要联系了，然后直接删除了。女生偶尔做一下，男人会更喜欢。果然，当天晚上宋希晨又来了，堵在校门口。林倩倩兴奋地摇晃着我的胳膊：“叶子，你说的对，哎，他真的来找我了。”我似笑非笑道：“对啊，女人不做，男人不爱嘛。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家了。”对于我的识趣，林倩倩很满意。宋希晨看到我走，刚想上来拦住我，林倩倩却已经抱住了他的胳膊，叽叽喳喳地撒娇道：“希晨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，下次你要是再不回我的消息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哦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”我不知道林倩倩怎么放过宋希晨的，反正我刚到我家楼下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已经守在那里了。我诧异道：“你不是在陪倩倩吗？”他有些委屈和气恼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我删了？”我以退为进，反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能删？”宋希晨微微一愣，抿了抿唇，并没有说话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今天林倩倩问我最近总是拿着手机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，还想抢我的手机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她是你的青梅竹马，那我算什么呢？宋希晨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女生，没有她那么好的家世，漂亮的长相，但是我也是个人，有自尊，有骄傲，想要堂堂正正的活着。以后不要来打扰我了。宋希晨抿了抿唇，神色犹豫道：“
我只是把她当妹妹看。我冷笑了声，是吗？倩倩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解决干净了再来找我。说完，我转身就小跑上楼了。我怕再晚一点，当场就恶心地吐在了她身上。断崖式的分手很痛苦，曾经宋希晨让我体验过一次，我也还给他一次。他的联系方式全都拉进了黑名单，世界瞬间清静了不少。不过林倩倩最近可不好过，整天都抱着手机哭，眼睛都肿了起来。她的狗腿子上去问：倩姐，你怎么了？林倩倩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。她说只把我当妹妹，明明之前都好好的。她说我考上工业大就订婚的。呜呜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大坏蛋，我再也不要喜欢他了。我欣赏了一会儿后，起身去了办公室。班主任，你之前说的保送现在还有名额吗？班主任惊讶道：你之前不是说不感兴趣吗？我点头，之前想着高考状元能拿到奖金，但是现在我觉得保送也挺好的。班主任颔首，行，那这资料你填一下，准备一下考试。我双手接过资料，那这是老师可以帮我保密吗？班主任点头，行，既然你决定保送也好。高二那个杜少安物理天赋很不错，你有空帮忙指导一下。如今我正需要个小男生刺激宋希晨，自然是不会拒绝。好的。刚从办公室出来，就看到林倩倩坐在我的位置上等我了。叶子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希晨哥哥说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呢。我拒绝，不用了，晚上我要给个小学弟辅导物理课程。林倩倩不满地哼了声，那有什么关系？难得希晨哥哥要请你吃饭，你带着小学弟一起就行了。接着又补充道，你知道有多少女生想要和希晨哥哥一起吃饭吗？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一辈子都没机会和他吃一顿饭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那行。小学弟长相乖巧，皮肤白，眼睛大笑的时候还有小酒窝，妥妥的小奶狗类型，而且很会来事，主动帮我拎着书包，一口一个姐姐。从教学楼到门口的几分钟里，他就说了好几个笑话，逗得我和林倩倩笑呵呵的。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一道冰冷的视线，抬头就对上了宋希晨那清冷的眸子。什么关系？林倩倩以为说的是他，娇笑连连道：希晨哥哥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他是高二的小学弟，叶子最近在辅导他功课呢。小学弟也立刻举手道：宋哥你放心，我对林倩倩学姐没有任何意思。似乎怕他不相信，还补充了句：我喜欢叶子姐姐这种的。宋希晨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晚饭是吃湘菜，就在学校附近。一路上，宋希晨都摆着一张脸，没有说话。林倩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小学弟有些八卦，凑到我耳边问我：姐姐，宋哥好像并不喜欢林倩倩学姐哎。我眨眨眼，那你觉得他喜欢谁？小学弟笑得意味深长道：好像是喜欢姐姐哦。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这么明显吗？小学弟露出小虎牙，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。姐姐，男人也有第六感哦。刚刚宋哥问的其实是我们的关系，对吧？所以看到我说喜欢你之后，他脸色更难看了。而且他虽然走在前面，但是频频回头看着你。我莞尔一笑，那你觉得我喜欢他吗？小学弟盯着我看了好半晌，无奈地摊手道：不知道，姐姐隐藏得太深了，但是正常女生都会喜欢宋哥那样的吧？我微笑道：那待会儿帮我制造机会。小学弟比划了个 OK 的手势。到了酒店的包厢，宋希晨和林倩倩先坐下来，
小学弟立刻选择坐在了林倩倩边上，而我顺理成章地坐在了宋希晨的边上。点好菜后，林倩倩要去洗手间，她刚想喊我，小学弟就直接开口道：“倩倩学姐，你要去洗手间吗？我们顺路一起吧。”因为她长得人畜无害又乖巧，于是林倩倩也没有拒绝。包厢门刚关上，宋希晨就不装了，目光直直地盯着我。叶子，我已经和倩倩说清楚了，只是把她当妹妹看。我抬眸和他对视，那我们呢？他认真道：“男女朋友，等高考完后我们再宣布关系，可以吗？”我怕倩倩受不了刺激，我听话的点头，可以。瞬间他身上的寒气就消失了，脸上也浮现起了笑容。他喜欢偶尔做的，觉得我喜欢他，在意他，但并不喜欢咄咄逼人、不懂事的。很快，林倩倩和小学弟就回来了。他看见宋希晨的脸色好看了，朝我竖起了大拇指，意思是说还是我厉害。吃饭的时候，林倩倩好几次给宋希晨夹菜，她偷偷地看着我的脸色，最终也没敢吃，反而夹到了一边。经过这件事情后，宋希晨对我更上心了，晚上也不上晚自习了。等在我必经路上送我回家，我问：“你这样会不会影响学习呀？”宋希晨不在意道：“回家后我都会复习的，没关系。你想去什么学校？”我微笑道：“清北吧，以我的成绩没问题。”宋希晨的成绩也不错，但是他爸妈都是工业大毕业的，所以他对工业大有很大的情怀。他有些犹豫道：“工大也不错。”我颔首：“那我也就工大吧。”他激动道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，你以后不会辜负我吧？”他信誓旦旦道：“当然不会。”说完，他伸手想要牵我，我躲开了，娇羞道：“等高考完之后。”他眼神发亮：“好。”连续几次月考中，林倩倩在我的帮助下都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她自信心爆满。以前还勉强看看书，如今书压根就不看了。而我保送考试结果也下来了，顺利保送成功，可以不用上课了。但是我每天还是照常看书刷试题。林倩倩看到这一幕非常满意，时不时还拿着内部试卷给我做。她的高考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。就在高考的前一天，她亢奋道：“叶子，你可要好好复习，我和西尘哥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。你这段时间表现不错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会邀请你参加的。以后你要是还这么听话，我不介意给你介绍几个有钱的公子哥，让你一辈子当个富太太。”我笑得意味深长道：“好啊，我真的很期待呢。”他觉得给我画的饼够了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而我也慢悠悠地收拾好书包，走到校门后面的小巷子。宋希晨早已经等候多时了。“叶子，明天就要高考了，你不要紧张。”我笑着点头：“你也是哦。高考完的那天晚上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你把你关系好的兄弟都带上吧。”宋希晨兴奋道：“什么惊喜啊？”我娇嗔道：“要你带就带嘛，你要是再问就算了。”他被我勾得春心荡漾，以为是我要告白呢，自然是欣喜答应。“好。”爸妈惊讶地看着我：“叶子，你不是保送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考场？”我眨眨眼：“去送送同学。”爸妈颔首：“也是，现在能多聚聚就聚聚，以后就再想见面就难喽。”距离高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我才慢悠悠地到了校门口，一眼就看到在门口着急忙慌等着我的林倩倩。她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。她一边擦拭着额头沁出的冷汗，一边抱怨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？知不知道我等了很久了？我们快点进去，你熟悉一下座位，千万不要紧张。”
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，你把试卷抬起来。我噙着玩味的笑容，笑眯眯地看着他喋喋不休啰嗦的模样。他把我拽到了校门口，他拿出准考证准备进去，发现我站在原地不动，皱眉道：“赶快拿准考证啊，待会儿就要迟到了。”我伸手从口袋里掏了一下，然后在他期待中掏出了一个棒棒糖，不疾不徐地撕开了糖纸，草莓味的真好吃，迟到不了，我保送了，8个字，让林倩倩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我弯腰俯身，朝着她微笑道：“好好考试，加油哦，希望你考上大，毕竟我还期待吃你和宋希晨的喜糖呢。”说完，掏出手机，让他看到宋希晨和我聊天记录。宋希晨：“小叶子，高考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马尔代夫我已经订好酒店了，想到我们终于可以公开恋爱了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高考完了。兄弟们都说我栽到你手里了，我承认我是爱惨了你，这辈子第一次这么爱一个人。”林倩倩顿时像疯了一样，抢过我的手机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，还想要打我，被保安控制住了。我知道她这次高考毁了，大专都考不上了，活该。我一点都不怕林倩倩和宋希晨告状，说我毁了她的高考，因为她不敢说要我帮她作弊。至于谈恋爱嘛，那就是我一下子没有忍住想炫耀一下。如今的宋希晨自然是会包容的了。高考完，宋希晨迫不及待地联系我了，在家楼下等我。我换上了红色的吊带真丝短裙，大波浪、黑丝，还有高跟鞋，性感又妖娆。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喜欢的女人这身打扮。宋希言看着耳朵都红了，和前世一样的纯情。我在他面前转了一圈，娇笑道：“好看吗？”他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喉结滚动：“小叶子，你这样太诱惑了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不是要去见你兄弟吗？我才不要给你丢脸呢。”他很满意，但还是不忘把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。开车的时候，一双眼睛都盯着我的黑丝。我娇嗔道：“好好开车，晚上让你看个够。”意思很明显。他声音都有些阴哑：“小叶子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”我勾了勾唇：“我相信你。”同一个 KTV， 同一个包厢，甚至里面装着的气球还有鲜花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来的恶魔也和前世一样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只是这次他们叫我小嫂子的时候，眼神真挚了许多。我笑吟吟地从包里拿出了红酒，给所有人都倒了一杯，庆祝我们高考结束。气氛很好，大家都没有怀疑地喝下了这杯酒。而我把包放下后，和宋希晨说了句：“等我回来，礼物就在路上了。”他手捏了一把我的腰，眼里写满了欲望。好，出了包厢后，我去楼下等了15分钟后，就用公用电话报警。戏园 KTV 888号包厢聚众做违法的事儿，又给几个报社记者打了电话，有大新闻。很快 KTV 门口就被警车包围了，还有个大媒体乌泱泱的进去了。人比我想象中的多，抓的也比我想象中的快，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。花了3000买的药，真的没有浪费啊！我操，这就是传闻中的3人行。周这个字以后我没有办法直视了，好恶心啊！看着年纪这么小，居然玩得这么花，果然有钱人就是会玩。等人群散了后，我拿回了我的包。回到家里后开始剪裁短视频，有些恶心，但是和前世我遭遇的一切相比，那真的是微不足道了。花钱买热搜，然后上传到各大乱七八糟的网站，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互联网上流传，一辈子都磨灭不掉。同时，我也联系了林倩倩之前校园欺凌的一些学生，都毕业了。
考试完了，他们也不怕了，联名举报林倩倩欺凌，36名学生联名举报，热搜都炸了。再配合着我当初在洗手间的录音，他公开承认他逼女生跳楼了，200万搞定。他之前所在的学校也被查了，校长被革职，副校长被调查，之前的老师们也被开除。而他因为已经成年了，被判了6年刑。正义来的虽然迟，但总归是到了。宋希晨他们一群人聚众淫乱，被判刑了3年。本来只是个小案子，他们都是家大业大能压下来，可是舆论太恐怖，再多的钱也不行。没有顶格判已经被网友骂得不行了。为了防止他们的报复，我带着爸妈已经到京城来了。清北大学，我只说一句，我一个人在这里不习惯。于是爸妈屁颠屁颠地跟着我来了。清北大学光宗耀祖了，祖坟都冒青烟了。3年时间足够我在顶尖学府汲取知识还有人脉，就连节假日我都没有放下书，拼命地读书。爸妈很心疼我，让我和其他小姑娘一样谈谈恋爱，出去旅旅游。我也想，但是我不敢，因为宋希晨他们就要出来了，无权无势的我只有足够强大，才有资格和他们抗衡。所以我选择了从政。外交官，没有背景的我，因为足够优秀，也有了出头日，偶尔也能在电视里面露个面。师兄师姐们也很照顾我，在市中心给爸妈买了一套小房子，让他们在家里种种花，养宠物。他们每次闲得慌想出去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借口我代表着国家的形象，他们做体力活的话影响不好。还好爸妈听话，悠哉过得习惯了，没事去楼下下棋，跳广场舞。3年一到，我眼皮子就跳得很快。果然，宋希晨找到我了，他笑得阴郁地坐在了爸爸的对面。棋局下到了一半，爸爸，你上楼去吧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找我有点事。爸爸没多想，还笑呵呵地点头。行，我和你妈妈做顿饭，待会儿一起吃饭。宋希晨笑着应了声好的，叔叔。我抱着包，里面有防狼喷雾，又看着四周人来人往的，心里也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宋希晨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你怕我报复你？我坦白地承认，对。他妈撒着手上的象棋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？我冷笑道，因为我恨你，恨林倩倩，恨你们兄弟，都是一群畜生，该死！如今的我已经是外交官了，虽然没有很大的权力，但是你要是敢动我，你全家都跟着一起陪葬吧！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懦弱的我了。宋希晨认真地注视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。你不用担心我的报复，他们也不会报复你的。如今他们都去了国外，家里也差不多都破产了。我明天也要出国了，我来是想问你一句话，还有告诉你一些事情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你说。他注视了我好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小叶子，这一世你爱过我吗？瞬间我脑子嗡了一声，这一世他也重生了。紧接着我也松了一口气，这样也才公平吗？我冷笑道，我前世的尸体还在臭水沟，永世不能翻身，那是我爱你的代价。你觉得我还会爱你这种恶魔变态吗？你知道吗？每次假装喜欢你，真的很让我恶心。宋希晨脸色霎时间惨白一片。你死后，我才从林倩倩的朋友口中得知真相。他死也并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他欺凌的同学调整了刹车。他死有余辜，我把你的尸体挖了出来，埋葬在了海边。对不起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眼睛有些酸涩。前世的我真的太委屈了，太委屈了。宋希晨跪在了地上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我当初做错的事情会弥补的。我嗤笑了声，
怎么弥补？把你当初对我做的一切再对他做一遍吗？他目光阴鸷道：好。林倩倩出狱那天，宋希晨去接她了。他以为迎接着他的是美好未来，可实际上却是生命的终点。宋希晨是会杀人诛心的，他深情地追求着，百依百顺地呵护着，终于把她娶回家。他亲手把林倩倩解剖了，用水泥封在酒窖。清理房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林倩倩的怀孕报告。那一刻，他疯了，疯了好！他这种人渣就不配好好活着。当初的小学弟杜少安毕业经商了，我给了他投资，帮他介绍了人脉，让他就像坐着火车创业一样。姐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对我有企图啊？我可以的，身强体壮，家务活也哐哐爱干，爸妈都会游泳，永远都保大。我嗤笑了声，少给我贫嘴，把这些企业都给我收购了，让他们破产，让他们再也站不起来。小学弟拿着单子看了一眼，嚯，这不都是宋希晨当初的兄弟们吗？姐姐，你这也太狠了，这以后谁敢和你谈恋爱呀？坐牢还不够，还连带兄弟们一起破产，绝了！我勾了勾唇，你刚刚不还是说你可以吗？小学弟咽了咽口水，笑容依旧明亮璀璨。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就喜欢蛇蝎毒妇，享受爱情的苦。姐姐，你看我追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呗。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还这么话痨，聒噪的不行。我实在不耐烦了，挥手道：行行行，你先把事情做漂亮，我再考虑。他顿时就眉飞色舞。姐姐，放心，给你安排妥妥的。然后火急火燎地去安排去了。不到1个月，他们的公司相继倒闭，而那些富二代们也从国外回来了，没有钱支撑不下去了。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如今打工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就这么穷困潦倒的苟活下去吧。这一切都是他们该得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